攻击11是目前全世界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作战飞行器里面隐身效果最好的产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没有活动翼面，对飞行器的控制它是靠吹气系统来实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本届珠海航展上，室内展区展出了一个很显眼的无人机的模型。那么如果近观就可以发现，这个无人机就是曾经在国庆阅兵中亮过相的攻击11型无人机。当时很多观众看到了攻击11很兴奋，但是很多细节呢恐怕还不够了解。那么这次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所展示的攻击11的模型呢，可以说就让我们看到了它的腹部。这个腹部明显有2个分离式的弹仓，左右翼下呢各有一个弹仓，每个弹仓里呢可以分别挂载4枚精确制导的空对地炸弹或者是导弹。由此可见呢，攻击11是一款非常强悍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就是一款专用的对地打击的隐身无人机。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对攻击11呢做过一个分析和评述。我个人的看法呢，攻击11是到目前为止呢世界上第一款正式列装的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同类型的无人机呢，其他国家搞过，美国搞过 X-45、X-47，英国人搞过雷电之神，法国联合多个欧洲国家开发了神经元察打无人机。但是这些项目基本上不是停滞就是下马了，只有俄罗斯作为5个核大国中间最后一个开发出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国家呢，计划把它现在正在试飞的猎人式无人机呢，今后呢投入生产。当然，俄罗斯的这个产品啊，隐身效果可以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相比之下，攻击11是5个核大国所搞出的采用非翼式驱动布局的隐身攻击机，或者是察打一体无人机里面雷达反射截面最小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攻击11是目前全世界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作战飞行器里面隐身效果最好的产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没有活动翼面，对飞行器的控制它是靠吹气系统来实现的。那么如果没有这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控制翼面，那么机体上就不会有缝，没有缝，雷达反射截面就可以进一步再降低，再加上它的进气道、尾喷管都做了非常好的隐身处理，因此从各个角度看上去，它的雷达反射截面都会很小。当然，这仅仅是讲它的隐身效果世界第一。那么攻击能力如何？过去我们不得而知，现在可以看出来了，它有2个弹仓，最多能带8枚空对地的精确制导武器，这个战力相当强悍，不亚于有人驾驶的有人战机。比如说美国的 F-35 出动一次往往只能带4枚弹，2枚空空导弹，2枚精确制导的炸弹，而攻击11一次出动就可以带8枚对地打击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个能力呢，可以说要比一些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机啊成倍提高。前面已经说到目前为止，其他国家搞的这种非翼式隐身无人机没有一个成型的，而攻击11已经列装部队。那么现在把它放在中国航空工业展区来展出，这预示着攻击11的出口型已经成型，可以接受国外的订单了。当然，我们自用型和出口型技术性能水平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不管怎么讲，即使出口型的攻击11比我们自用型的要差一点，但是一旦它亮相世界武器市场，依然会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有力的竞争者。那么如果某些国家购买了攻击11和他们的战斗机实施高低搭配，作为中程僚机来使用，就有可能改变未来世界空战场的格局。那么即使是成群的攻击11组成一个空中突防编队，也就是一个蜂群编队，那么它也可能会改变未来的空战场、陆战场、海战场上的作战形态。何况西方国家在反隐身方面目前技术相对落后，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搞出隐身战机的国家，但是在反隐身能力方面它是存在缺陷的，因为过去他是老大，觉得只有他能打人，自己挨打的
概率比较低。但是现在一旦类似于攻击11这样的隐身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诞生，列装部队甚至呢列装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就有可能对美国的相应的防空系统构成极大的威胁，甚至呢对它的空中战机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为什么？用这样的隐身无人机突防，然后飞到敌方机场上空，对其停在机库机堡里的战机发动精确打击，那么这样的损失，就连美国这样的军事大国也是很难承受的。当然，对于海上目标，它的威胁也比较大。由于攻击11飞得远，隐身效果好，载弹量大，因此对海上的航母编队或者是一般的舰艇编队，它都能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就这个角度讲，攻击11的出口前景看好。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